渔民手拿尖刀解剖起刚捕捉上船的深海灵奇乌贼，当菜刀轻轻划过乌贼的躯体，鲜橙色的皮肤顿时在橙与白之间不停地变换闪烁。而就在此时，渔民切开头部的神经线之后，身体的颜色瞬间变得煞白，死亡气息马上笼罩全身。这种生活在500米深的灵奇乌贼，并不太容易捕捉到手，而且价格是普通乌贼的好几倍。今天一早，田狗一郎搭船前往500米深的海域。当他们来到不为人知的神秘渔场，已经是深夜时分。然而此时才是钓取深海灵奇乌贼的最好时刻。首先通过渔船上的滚轮，将数千米长的鱼线投放到500米深的海底，随后往海里抛投浮漂来固定住鱼线的位置。这些便是等待投放专门用于钓取灵奇乌贼的白色钓钩，而这些是用于引诱灵奇乌贼上钩的蓝色小夜灯。与此同时，每相隔10米左右便会往鱼线上挂起白色的钓钩，随后再挂上发着蓝光的小夜灯。渔船上一共有30只浮漂在等待投放，而且今晚必须将其全部投放到海里来提高上鱼的概率。由于这片海域水深达500米左右，要将所有的钓钩全部放完，起码需要2个小时以上。因此投放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早上6点才得以结束。此时太阳也刚好从东边升起，然而他们还需要等待6个小时才能收起投放到海底的钓钩。时间刚好来到中午时分，渔民便准时开始从头收起第一个投放到海里的浮漂，将拉起的鱼绳套在船尾的滚动轮上，通过电动机将身处海底500米深的鱼绳往上拉。使用机器能够节省回收鱼绳的时间和体力，但通过机器也需要5分钟时间才能将鱼绳收完，而到了最后10米距离，只能手动继续拉起，以确保钓钩上的渔获不会因此而脱钩。第一个收上来的便是用于引诱乌贼上钩的夜光灯，其次才是白色的钓钩。很明显，第一个钓钩并没有渔获上钩，但紧接着在拉起第2只钓钩时，水面泛起了水花。在拉扯的过程中，一条生猛的灵奇乌贼也随即浮出了水面。就在这时，渔民拿起的铁钩把乌贼给吓出了响，立马喷出一口浓痰想要逃跑，但是由于受到鱼线的牵制，只能原地打转，到最后还是逃脱不了钩骨定里的暴击，直接被夹紧菊花的渔民给拖上了贼船。此时无可奈何的灵奇乌贼只好奋力把最后一口千年老痰给喷到了甲板上。可以看到，这等体型比起田狗一郎的大腿还要粗壮不少，拿在手上没有20斤重也会有个10千克。然而受到威胁的灵奇乌贼会不停变换着身上的颜色，以表示自己已经慌得一批。此时刚捕捉到手的生猛乌贼需要立马进行解剖，锋利的菜刀快速将其一分为2，同时切除连接头部两边的神经线，随后就可以顺利的将头部和身体剥离开来，再切除没有任何价值的内脏，留下可以食用的头部。可以说，这种灵奇乌贼除了内脏以外，任何部位都能直接食用。虽然头部已经被完全切除开来，但是依然还在不停的活动。可以看到，它的头部比起田狗一郎的拳头还要大上不少。此时再把身体部位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便可以使用塑料袋进行打包装袋，而且还需要第一时间将其放入到碎冰块中进行保存，以尽可能保留灵奇乌贼特有的新鲜口感。紧接着继续打捞起第2只浮漂上船，同样的操作很快便将身处500米深的钓钩给拉了起来。只可惜拉上来的钓钩都没有渔获挂在上面，但对当地渔民来说这并不意外，而且紧跟着第2只和第3只拉上船的浮漂，挂在鱼线上面的钓钩也都是空空如也。这时直到第4只才真正收获到第2条深海乌贼，装满倒钩的鱼漂死死地勾住它的触角，使其无法逃脱。在取出倒钩时便已经要了它半条命。随着第5只浮漂被打捞上船，每一次打捞渔民都非常期盼能够有好的收获，果然这次还是不负众望。随着乌贼在缓慢地浮出水面，在拉扯鱼线时能非常直接地感受到强劲的拉力。紧接着渔民的铁钩开始出场，快速一把将乌贼的臀部给勾搭上，随即在海面上留下一大片乌黑的墨汁，最后也只能骂骂咧咧地跟随铁钩上了渔船。此时继续拉扯另外一只钓钩，然而这一次居然还有另外一条灵奇乌贼挂在了鱼钩上，长满倒刺的鱼钩死死地勾住了它那张嘴。有了铁钩的加持，这条灵奇乌贼毫无意外的又被拉上了甲板，等待他们的将又是被一分为2的生鲜快感。在将2条乌贼用清水冲洗一番之后，渔民随即拿起小刀开始进行解剖。锋利的尖刀快速划过乌贼的肚皮，由于没有动到主要的神经部位，只是让其产生了一丝冰凉的感觉。此时渔民转身便又开始解剖起另外一条乌贼，整个解剖过程非常的丝滑干脆。随后切开头部与身体连接在一起的神经线，在切开的一瞬间，原来鲜橙色的身体立马变成了死亡的白色。此时便可以轻松将头部和内脏一同取出，而留下的身体部位会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在用水冲洗掉体内的墨汁之后，便可以将这2条乌贼打包入袋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收获到3条灵奇乌贼，接下来的收网行动也非常的顺利。除了没有上钩的，其他都有灵奇乌贼上了钩。由于每一组浮漂上只挂了2只钓钩，加上有着500米的水深，所以每次出海能够捕捉到手的灵奇乌贼并不会太多，也就造成了它的价格是普通乌贼的好几倍。那么大家有吃过这种深海乌贼吗？它的味道怎么样？